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那这期影片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花600万买了哪些美国公债。那首先呢，我买美国公债呢，都是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因为我买美国公债呢，它只是我的一个现金部位，我主要的投资收益呢，还是来自于股票。那我自己的投资方法呢，其实跟巴菲特差不多，他也是会持有非常多的现金部位，但是呢，他的现金部位呢，全部都会拿去买美国公债，短期的美国公债，这样子的话呢，他的现金部位就可以获得非常高的利息，然后呢，他也可以随时拿这些现金部位呢来购买市场上任何有机会的投资标的。好，那我自己的话呢也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大概也就是有600万的现金呢，准备要去购买股市，但是呢股市当中呢现在让我来看，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多的投资机会，所以呢我才会拿这600万来购买美国公债。好，这是我自己的投资逻辑。那你的投资逻辑是什么样呢？也可以跟我分享哦。好，那我在购买之前的话呢，我会先上网去查现在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它的范围大概是落在什么样的区间。那我要怎样查呢？首先的话呢，我会上网去查 Seeking Alpha。Seeking Alpha 这个网站的话呢，是我自己比较喜欢使用的一个网站，它可以看到非常多分析师的报告。那至于 Seeking Alpha 如何使用呢？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我教大家如何去使用 Seeking Alpha 来购买美国公债或者是买美股的股息成长股。好，那这边的话就教大家要如何去看那个美国公债殖利率。就我们把它点进来。点进来之后呢，这边有个 Market Data， 我们把它点下去。你可以看到这边右边这边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美国公债它的殖利率的范围是落在什么区间。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短天期的美国公债，也就是在1年以内到期的美国公债，大概是 4.4% 到 4.2% 之间的一个区间。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预期说，我们等一下购买的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大概落在这个区间里面，都是属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好，那接下来我就会开我的 IB 银透证券的账户来购买美国公债。好，那你可以看到右边这边我已经购买了大概17000美金的美国公债，然后呢大概还有86000美金的现金呢是还没有去购买的。那我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来购买一下。好，首先的话我们就点击左下角的这边有个叫做标准模式的交易平台，我们把它点下去。好，点下去之后呢，我们在上面这边金融产品输入 US-T， 然后按 Enter。然后你这边就看到一个叫政府债券 US-T 呢，它就是美国公债它的一个缩写。那我们就把它点下去。好，点下去之后呢，这边我们就来寻找到期日期。那我这边的话呢，我会去找2025年的6月份。那为什么我会找2025年的6月份呢？因为我自己投资的时候呢，我会每年有2次的时间，我会看我自己的投资组合，并且搭配现在市场上的状况呢，来判断我的投资组合的股票比例跟债券还有现金的比例要怎么样去做调整。我每一年呢，就只碰2次投资组合。那其他时间的话呢，我都是认真努力的工作赚钱，然后呢，让我的账户呢就让它自己去涨涨跌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式。我们投资人的话呢，不用常常的去看我们的投资账户，因为你看它并不会影响它的涨跌，你只会让自己更加的焦虑。所以呢，我每年就是固定2次，一次呢是在我生日之前，大家可以参考看看，会在你自己的生日之前来调整你的投资组合。另外一次的话呢，你可以设定成你自己伴侣的生日。像我自己的话呢，我是6月14日，所以我就会设定在6月13日之前，我会去调整我整体的投资组合。我的女朋友生日她是在12月7号，那我就会在12月7号或者是当天或者是之前一天呢，我会来调整我的投资组合。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一年就是调整2次的投资组合哦。好，所以我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来找到6月份，6月14号之前，那我这边就选择6月12号，2025年6月12号。好，这边就看到这一档债券，它是一档无息债券。OK， 那我们就按添加。好，添加之后你就看到它在这边，它在金融产品这边，那我们就点击右键，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交易。那我们点击订单委托单。好，那我这一期影片呢，就是只是跟大家讲说我会去购买美国公债，但是呢，至于要如何详细的使用 IB 银透证券来购买美国公债的那种教学，我会放在上面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前去观看。那就是大家只要花1000美金就可以使用 IB 银透证券，直接购买美国公债。好，那我这边的话，你就快速的交易，让大家知道说呢，我是有购买这些美国公债，但是如果你要详细的教学，就看那批影片吧。那我大概可以买多少美国公债呢？首先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这边是86000美金嘛，所以我可以买
面值86的话呢，我们按预览。这边的话呢，大概要花84195，包含佣金。那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购买两张，那就是买到88，就是88张的美国公债，大概是86153，现金部位是86000，够，所以我可以买88张的美国公债。在我这个 IB 的账户当中可以买88张美国公债。好，那我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来设定一下我们价格。那我们价格的话呢，我会选择叫做终点价。终点价大概是97.89，那我们就按预览。好，那这边的话就会看到我们买了86145的块钱的美国公债，然后呢佣金大概是5块钱到9块钱之间。好，那我们这个86152成本，然后呢只要到期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提前的去卖出，我可以拿回多少钱？我可以拿到88000块因为它只要到期的话呢，它是可以到期还本的，所以我这样算一下，我大概到明年6月份的时候就可以赚到1848美金，那如果去换算成台币，大概就是6万块台币。大概6万块台币，那这还算是不错的是不错的一个投资报酬。好，那这边的佣金的话呢，它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就是我们的交易手续费是多少？如果你算 9.4 块的话，去除上86145，我们的交易佣金是多少？是1/1000是非常的少，是1/1000的交易佣金那如果你是使用我们台湾的副委托去直接购买美国公债，同一档债券，你在台湾的副委托跟 IB 银透证券来购买，他们两个人的报价会相差1%以上。那这1%以上呢，就是我们台湾副委托它所收取的手续费。所以你虽然用我们台湾的副委托，有些会说，我们免手续费购买美国公债免手续费。但是呢，其实它的手续费都已经包含在它的报价上面咯。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按覆盖并发送。好，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马上就成交了。它成交的话呢，它就会在右下角这边显示出来。那我这边就已经购买完美国公债咯。好，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我自己的话呢，购买美国公债的话呢，我除了使用 IB 银透证券之外，我也有使用 TD Ameritrade， 也就是嘉信证券，我两个券商都有使用，因为我主要是比较说这两个券商他们的交易手续费哪一个比较便宜。结果我这样看下来的话呢，其实不管是 IB 银透证券还是嘉信证券，他们购买美国公债的手续费都是非常的低。但是如果你是使用我们台湾的副委托，它的手续费就是高到非常的多。它不会直接跟你收取名目的手续费，它是用报价比较差来算手续费的。所以如果你想要低成本的去购买美国公债的话，那使用海外券商好像是嘉信证券或者是银透证券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那银透证券要如何去使用呢？以及它要如何开户呢？那我将它的影片放在上面这边，那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前去观看好，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我总共花了大概是182000美金去购买美国公债也就是相当于台币600万。好，那我这边还是要跟大家声明的就是，我买这些美国公债都是属于短天期的美国公债，它主要就是我投资组合当中的现金部位。我主要还是靠投资股市赚钱，不是为了要领债券的利息，而是因为这些现金呢，我放着也没有利息，那我不如直接去购买短天期的美国公债。而且它短天期的美国公债呢，它灵活性非常高，只要股市发生大崩盘，我马上就可以卖掉美国公债，直接进入股市这就是我自己的投资逻辑。好，那这期影片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花600万去购买了哪些美国公债，以及我自己的投资策略。那你购买美国公债是为了什么原因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那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好嘞，这样应该会很怪吧？不知道滤镜会如何？试看看吧。OK。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学这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那这期